在九幽之下存在着神话之中的地方，那就是地府。地府可以说是我们从小耳目共染，各种有关于它的传说络绎不绝。阎王、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等一些地府之中的神仙，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了，而我们也非常好奇这种未知的东西，毕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神话。但是说起地府之中真正的王是谁，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说阎王爷。在神话体系中，阎王真的是地府的老大吗？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。地府之中最低级的存在，无非就是些孤魂野鬼等，他们有的神志模糊，有的神志清楚，有些犯过大罪的人都在18层地狱还上一辈子欠下的债，普通的鬼魂就是在等待投胎，而再往上一阶就是鬼兵鬼将之类的，他们的存在就是维持着地府之中的秩序。这一类不能算是神仙，这一级再往上就可以步入仙班了，他们就是鬼差。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，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他们的作用去人间带走阳寿已尽的人或妖。孙悟空刚从菩提祖师那里下山，就被黑白无常带到了阴曹地府，这也能看出鬼差是有一定修为的。而十殿阎王就是处于鬼差的上面，也是影视剧之中经常出现的角色，阎王爷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负责大大小小地府或者阳间的事务，算是文职之类的，作用其实和玉帝差不多。玉帝之上有太上老君、三清四御等，这些真正的大佬们自然不想管理那么多事情，所以只好把这权力交给一个人，让他来帮忙打理。天庭就是玉帝，地府就是阎王。不过论官级来说，阎王是没有玉帝大的，阎王在往上就是五方鬼帝，说是五方，但他们总共是有9人，镇守着阳间与阴间的入口，他们的权力非常之大，而且只听一人命令，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指挥不动他们。接下来就说一说地府之中真正的鬼帝帝王，他就是酆都大帝，相信大家都对于这个名字非常熟悉。在很久以前，其实地府不叫地府，它的真正名字是酆都，而酆都大帝彻彻底底就是地府中的王，他统治着地府中的一切，论辈分和玉帝不相上下，甚至有可能还要高一点，而实力也是非常厉害，掌控生死规则，而地府的创建者后土，所以实力自然非常强悍。说起酆都大帝，就不得不提他一个技能，那就是生死。他可以直接运用天地的生死规则，施加在每一个人甚至神仙身上。除了这个，他还掌管着天地间的财运、命运等等小规则。为什么说他比玉皇大帝还厉害？你知道吗？玉皇大帝为了牵制地府，动用了4御之一的东岳大帝，他们这座就是怕地府脱离天庭的掌控。大家知道地狱吗？地狱和地府是2个不同的地方，比如民间流传的18层地狱，这些地方就在酆都大帝居住的下面。酆都大帝不仅掌管地府，还掌管着不同的地狱。传说酆都大帝掌管的地狱多达36个。至于为什么地府比天庭要厉害呢？之前我们说过，地府之中生灵众多，孤魂野鬼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人间和天界的总和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自然需要非常多神职或者阴兵的管理。如果说天庭的天兵天将多达50万人，那么地府的阴兵鬼将最少是他们的3倍。虽然实力差别大，但是俗话说难敌4手，遇到这么多的阴兵，天兵们自然是打不过的。再往上一层说，地府的鬼差数量也比天庭中等神仙要多。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，这是我们熟知的。其实地府鬼差并不是这4人，如果地府就4个鬼差，天地间生灵死亡那么多，他们4个怎么忙得过来？地府再往上走有5方鬼帝、10殿阎王等等，再往上还有酆都大帝。这么来看，地府顶尖实力的确要败给天庭，但是地府中还有一位神仙，在3界中也不常露面，他甚至比酆都大帝还要厉害，也有可能他是酆都大帝的师傅。他就是地府的创建者后土娘娘。后土已经属于上古人物了，他是第一个感悟透生死之人，所以他创建了6道轮回。酆都大帝也掌握生死，
所以很有可能丰都大帝是后土娘娘的徒弟。这种上古大神出马，天庭拿什么来挡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